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给你示范一下。恐怖分子正在严刑逼供，甚至用出了杀手锏。看到了吗？撒币哥很狡猾，把手指弯曲装成被截断的样子，来吓唬赵云明。这个夺走我手指的刑具，因为我知道人忍受痛苦的极限。可赵云明却不肯开口。撒币哥见吓唬不住他，决定动真格了。你要放开我！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！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赵云明是生物科学家，他的研究成果被恐怖分子盯上，要拿去做生化武器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撒币哥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。他把一颗洲际导弹悬在大堂上，只要有人轻举妄动，或者警察强行突击，整个情人岛都会被炸上天。而这时警察也登上了岛，他们把酒店团团围住。雷神他们也乘坐直升机到达。雷神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的人困在了里边。可雷神却很相信自己训练出来的火凤凰，觉得这反而是好事，正好能里应外合。他将这个消息带到了联合指挥部，可局长却不太信任。女子特战队都是女兵，她们行吗？局长，我信任他们，就像您信任您的部下是一样的。他听了雷神的话，知道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歹徒控制着酒店的出入口，警方的侦查设备根本送不进去，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女兵身上。雷神赶紧和谭小玲通话，下达了侦查任务。叶寸心果然是信息高手，让大家搜寻手机，建立一个无线局域网，用手机视频当侦查设备。凭借这个操作，他们终于和警方联系上了。消息传到指挥部，把局长都给震惊了。真没想到，居然是用手机。现在已经进入了3G 时代了。好家伙，你们要是在5G 时代的话，哪里还用这么麻烦？而此时欧阳倩和田果终于上岸了，他俩游了1天1夜，刚走上马路就被特警们给发现了。自己人啊，自己人啊，别开枪啊！雷神得知这个消息，赶紧去看2个大难不死的小姑娘。好样的，都是好样的。看着自己的兵可怜的样子，硬汉雷神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。逃出升天的2人赶紧询问其他姐妹的情况，得知她们还在坚持战斗。我们要去战斗。不行，你们现在还很虚弱。雷神让他们先去吃点东西，恢复体力。老狐狸也赶到了这里，骄傲地看着2个女娃娃。不愧是我们雷神带出来的兵。老狐狸，我们刚刚杀了坏人了，我也杀了。好战士，好战士，承认。你敢相信吗？一根圆珠笔竟然也可以救命！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中出现了伤员，小女孩为了拯救妈妈，鼓起勇气呼救：“谁来救救我妈妈！”在场那么多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敢站出来。而这时林国良却动了。干什么？我是军医，你不怕死吗？我怕，可是人都那样了，我能不救吗？他的一番话打动了歹徒，竟然放他前去救治伤员。为了方便施救，需要把伤员抬到桌子上。可在他寻求帮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埋低着头，只有徐总爬了出来。这么多的人质里，只有他俩是真男人。他怎么样了？血河流到肺里了，得想办法把凶人血给放出来，必须找一个管道固体，要尖锐的。但这种情况下，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东西。徐总只能掏出一根圆珠笔，可没想到竟然也能用。林国良还很细心，让小女孩转过身不要看。而另一边，生物专家赵云明终于承受不住拷问，说出了密码。撒币哥立刻用电台向总部发送信息，脸上还露出特别得意的表情。可他却不知道，雷神早就守株待兔，联系空军拦截了他的电台信号，而他连续发了5次，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猜出被拦截了，于是他想和军警谈判，还专门让林国良出去拿电话。而雷神看到林国良满身鲜血，猜出他在里面救治伤员。看来我真的小看这个少校，他不怕死。而林国良接过电话箱，机器人里却传来声音：“你可以跟我走。”逃命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可他却不愿意抛弃伤员，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。撒币哥一接通电话，根本不理洪队长，点名要和雷神谈判。你是一名合格的军官，把女人训练成了真正的战士，不容易。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，我更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谈判。听了雷神这话，撒币哥微微一笑，说起特制炸弹的事情，这是一颗辐射弹，只要引爆，那方圆30公里的范围内将成为生命禁区。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没什么负担。面对如此重大的威胁，雷神马上使用了激将法，说什么也不相信炸弹是真的。撒币哥果然中计，同意让防化部队进来测量。可防化组一到，得知任务详情后，却不同意这个计划。你疯了吧？我们的人进去，到了大门口那就是活靶子。怕什么？
我陪你去。只见他卸下所有的防具，防护团的人都看傻了，连老狐狸都十分担心。可雷神决定的是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他带着防化小组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，可这时撒币哥却怂了，他怀疑后面的是突击队，说什么也不让雷神进去。雷神嘲笑他胆小如鼠，撒币哥果然上当。他们不能进来，只有你一个人可以。我又不是防化团的人，我可不懂里边的东西。好，再多加一个人。你一定想不到特种兵的日常训练竟然如此的认真，随手一扔就是一个真手雷。007眼疾手快扔了出去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美女教员又是一颗手雷扔出，女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手雷吓懵了。石磊和黄宝贵迅速抢过他手上的手雷，却不慎丢落在地。我走！石磊眼看来不及闪躲，只好用身体来压住手雷。接着黄宝贵、007飞行员也压了上来，来了个4人叠罗汉，而有2个战友只顾自己撒腿就跑。不远处的飞狼目睹全部过程，然后从车上下来，看到这情景的副教官和谢思潇都笑了。好了，都起来吧！啊，手雷是假的。啥？不知道编剧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用身体来压手雷？难道说这样就炸不死？我真是搞不明白。不过石磊不被炸死也被压死了。起来吧，假的！傻石子，起来！哎，起来了。别动他！帮我把他翻过来。医务队的女兵上来进行检查，发现石磊应该是暂时性的昏迷，这么多人压着他，不晕才怪。而和石磊情如手足的黄宝贵建议对石磊进行人工呼吸的救援方法。就在黄宝贵下嘴的瞬间，可能石磊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醒了过来。你差点就浪费了我的初吻。那么多卫生队的妹子，怎么轮到你这样做人工呼吸呢？不得不说，石磊还是挺聪明的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头脑清醒，真是难能可贵。随着飞狼的一声令下，迅速全体集合。014号到，007号到，025号到，024号到，出来，注意！飞狼对这4人在本次演习中的表现做出了评价。如果他手上是一枚真手雷，那么这4人一定会非死即残。不过这团队精神值得表扬，反而刚才在演习中逃跑的那2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飞狼直接让他们打包走人，因为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不会让没有团队意识的人员存在。我是清华大学本硕连读的国防生，集团军的重点培养对象。我到这儿就是为了找刺激。好你个林国良，别以为摘了眼镜，大家就认不出你。他代号007，是所有受训战士里成绩最优秀的，同时也是最能装逼的。在这次最终考核中，他担任指挥。1分钟准备，收到。1分钟准备，1分钟准备。他们迅速抵降，刚落地就要15公里武装越野，对恐怖分子发起突袭，并解救被绑架的人质。此时恐怖分子们还很放松，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，有的人甚至还在做引体向上。突击组迅速就位，而狙击组更是架着巴雷特锁定了猎物。007，目标锁定。他用眼神示意队友，其他人也瞬间明白，悄无声息地举起了枪。一声令下，队友如同猛虎下山，直接杀了出去。狙击手更是一枪毙命，恐怖分子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没办法组织有力的反攻，局势完全是一边倒，而枪声惊动了屋子里。这可是一群高手，他们一加入战场就对特训战士们发起猛攻，还发射火箭弹反击。可在007的指挥下，他们完全不是对手，只能边打边退。战士们不断深入，小组合作，不断清剿残兵。见大势已去，恐怖分子只能带走人质。007赶紧追了上去，可转角处一发火箭弹袭来，还好他们跑得够快，从炮火中冲了出来。他更是撞破玻璃，瞬间完成双杀，成功解救了人质，行动顺利完成。队友忍不住夸他，果然有一套啊！而他更是得意，走在广场上欢呼起来。加油！林军，加油！可就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装死的匪徒却突然偷袭。虽然他很快也被击杀，但却轻蔑一笑。你被淘汰了。此时教官开着军车赶到，下来一个气场十足的墨镜男，他就是飞狼狼牙的主教官。他对007号的表现很不满，给了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忘记补枪了，是我大意。你不是大意，你是太想赢了，想下了心。如果是在战场上，他已经没命了，甚至会害死人质，害死周围的战友，他必须承担责任。我遗憾地向你宣布，你的狼牙特战生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。其他战友们纷纷为他求情，虽然他平时很装逼，但的确是最优秀的，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飞狼却铁了心，连其他教官来说好话也不给面子。军长，新来，我只是觉得比较放心的，就像年轻时候的你。年轻时候的我从来没忘记过父亲。
快看，王彦斌终于熬出头了，不仅成了上尉，还找了个美女未婚妻，两人甜甜蜜蜜准备结婚，可首长却不批准，气得他立马摘下帽子，觉得当兵没意思，连个媳妇都不能娶。我哪怕不干了，我也要娶到你。说着就要冲上去，亲自找首长理论，却被未婚妻拦了下来。原来是他在开玩笑，首长已经批准了两人的结婚报告。耍我？是啊，我是在耍你啊，怎么样？你来逮我呀？逮不着我，鬼才嫁给你呢！坏蛋，你看我能不能逮着你？别跑！王彦斌多次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全军区都知道他的大名，还给他取了个响当当的外号“雷神”。如今他找到了心爱的女人，眼看就要苦尽甘来了，可首长却突然召见两人，交给他们一项危险任务。对不住二位了，恐怕你们要推迟结婚了。雷神臭着一张脸，心里100个不愿意，但军令如山，他也只能执行。首长赶紧鼓励两人，等你们凯旋了，我亲自给你们做证婚人。谢谢首长。谢谢首长。可两人就是苦命鸳鸯，安然为了任务，竟然卧底到毒贩身边，而雷神他们乘坐直升机，等待合适的行动时机。这上面可有很多老熟人，二牛在玩匕首，单明在看书，飞行员和老黑班长都在。他们很快就来到目的地，赶紧锁降下去，又带上潜水设备，从湖水里潜入。此时狙击组已经就位，发现这个基地里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匪徒，可对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来说，就是蛇弹猫穴，简直不堪一击。这时毒贩的车队到了，狙击手阎王赶紧报告，而雷神却让他不要开枪，等所有人都到位了再一起行动。其余战士立刻加速，迅速到达作战位置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战斗一触即发。这时毒贩从车上下来，竟然十分眼熟，原来他的双胞胎弟弟就是杀死雷神父亲的凶手。阎王为了活捉他，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一枪干掉旁边的接头人。其余战士们立刻杀出，全都化身为死神，收割着敌人的生命，哪怕对方人数众多，也全是送人头的菜鸡。很快战场就清理干净了，而安然也不是花瓶，赶紧抛出枪，瞬间解决掉3名匪徒，又顶在毒贩的大脑袋上。对，我你是卧底。安然微微一笑，给了他答案。这时雷神也赶了过来，雷神大脑袋一看到雷神，直接怒火攻心，自己弟弟就是被他杀的，干脆大家同归于尽。于是大脑袋趁安然不注意，瞬间劫持了他，还掏出特制手雷。你别乱来，别换我开枪！此时阎王已经锁定了目标，并向雷神请求射击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迟迟不敢下命令。可安然却视死如归。雷神，你还等什么？开枪！干！阎王一枪爆头，但手雷却摔在地上。手雷，我走！雷神赶紧冲过去，想捡起手雷扔出去，但安然却把他推开，用身体压住手雷。哎呀！班长骂人，我没有骂你。班长骂战士是狗，我是来当兵的，不是来当狗的。他叫叶寸心，最狂的新兵，不仅是个富二代，还考上清华大学，却被连长挖来成了新兵蛋子。但他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根本看不上其他人，连列队的时候都还在吹口哨。班长好心过去提醒，结果他却不领情，还瞪大着眼睛。你踢我干嘛？我那是在提醒你。你不会说话呀？还是没长手？班长被气得火冒三丈，还差点被他咬上一口。两人越吵越厉害，甚至要动手打架。可这时营长却来了，班长赶紧让所有人立正，并过去找营长帮忙。可营长心事重重的，根本没空理这些女兵。请营长做指示。营长看他这较劲的样子，又看了下气鼓鼓的叶寸心，瞬间明白又出事了。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于是夸叶寸心军姿站得好，而且眼神中有杀气。战士嘛，就应该这样，心中有敌人，眼中才能有杀气。班长不服气了，赶紧追问叶寸心：“你的敌人是谁？班长你？”营长看这是糊弄不过去，立刻劝起架来。可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，瞬间就吵了起来，把他吵得受不了，直接让班长道歉。班长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冲了过去。叶寸心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营长见事情解决了，赶紧把班长带走。结果却没忍住，你说你惹谁不好，非得惹他？叶寸心立刻就炸毛了，这话就是在歧视他，嚷嚷着不干了，还解起了腰带。营长瞬间暴怒，部队可不是饭店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连长知道这事后，赶紧来劝叶寸心，他以前高考可是全省的理科状元，直接被清华大学录取了。连长认为他是个人才，亲自把他招进部队来，而他果然很优秀，新兵连各项成绩第一，就算是第一次摸枪，都能枪枪10环。这强悍的战绩，连同期男兵都打不出来，只有军区的兵王，传说中的何晨光做到过。所以连长说光了口水，都要把叶寸心留住，甚至问起他参军的原因。好玩，我就是觉得好玩，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。连长瞬间眼前一亮，顺着他的话说，既然已经当兵了，那就好好干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啊。我想当的是打仗的兵啊，我没想到花5连来啊，天天背号码接电话，我受够了。可女兵都是在后勤单位，根本就没有作战的，所以叶寸心梦碎了，不想在部队浪费青春，决定回清华读书。连长没办法再劝了，
了。而营长在外面听了很久，终于站出来救场，直接扔下一颗核弹。关于选拔女子特战队队员的通知。叶寸心瞬间眼前一亮，也不闹着退伍，求着营长让她去当女特种兵。这可是全军第1支女子特战队，没人知道该怎么选拔，又要如何训练，首长也没有办法，直接一道紧急命令，把雷神叫了过去。雷神笑眯眯的，还以为有什么好事等着。为了不被其他人抢走任务，他赶紧向首长保证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坚决完成任务。结果一拿到任命书，脸就臭得要死。首长看出他不愿意，却抓住了他的把柄。刚才是谁说的？一声令下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说到就要做到。雷神后悔死了，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，但还是要抗议一下。特种部队不适合女兵。虽然女兵在卧底等方面有优势，也能参加一些普通的战斗，但特种兵们面对的敌人都是杀人如麻的罪犯，女兵根本不是对手。安然就是这么牺牲的，这是雷神心中永远的痛。可首长已经下了命令，他身为军人，也只能执行。当他来到队友身边时，所有人都看出他表情不对，猜出是个艰巨的任务，他也没心情卖关子，直接宣布了任务详情。总部首长命令我们在基地建立一支女子特战队，突击队的代号火凤凰。队友们一听，立刻就有了意见。二牛更是发起了脾气，搞什么？而在另一边，维和部队的女军医正在做手术，却突然听到战斗警报，袭击者是一群黑人。而何璐做完手术后，立刻冲了出来，并迅速换上装备，帅气的加入战斗。在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下，战士们很快就出现了伤亡。何璐赶紧指挥战斗，放他们进围区，敌将走，让他退役。在他的率领下，很快就把黑人打成了黑捕。外国长官很欣赏他，夸他不仅能救人，还可以上战场杀敌。但这么优秀的人才，知道组建火凤凰后，立马就要回国参加。我军组建女子特战队，真是盘古开天头一回。很多女兵都报名参加，幻想当上女特种兵，心情既高兴又激动，在车上就唱起了歌。跟女孩子在一块就是开心，等会儿有他们哭的时候。此时魔鬼教官们凑在一起，都愁眉苦脸的。他们是军区的磨刀石，训练过很多新人，但那些都是男兵，怎么折腾都可以。但等会儿到的都是女兵，万一承受不住，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那他们可就傻眼了。可雷神却很清楚，上级组建火凤凰不是闹着玩的，更不希望训练出的女兵都是中判不中用的花瓶，他们以后是要上战场的，所以绝对不能手下留情，否则就是害了他们。我现在就要4个字：一视同仁。教官们刚达成共识，一辆军车却突然飞了进来，差点一头撞到墙上。他们好奇地看过去，却发现下来一个女少校。怎么就一个人啊？级别还不低。注意看，这个魔鬼教官一肚子坏水，要收拾眼前的菜鸡们，并迅速锁定了目标。你出列，头盔摘下来。唐笑笑听话的摘下，露出被狗啃的头发。他是文工团的，平时最爱美了，长头发留了8年，一半工资都花在上面。可为了不耽误训练，还是流着眼泪把长发割断。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，本以为教官会夸奖他，却只得到雷神的嘲讽。部队不是理发店，就算剪了头发，他照样是个弱鸡，不可能变成火凤凰。雷神还放下狠话，只要他还是总教官，那谁都别想通过考核。一些女兵打起了退堂鼓，纷纷上前摘下帽子，主动退出选拔。而老狐狸还劝笑笑退出，不要再待下去吃苦。但笑笑看着飘扬的红旗，更加坚定了决心，自己的头发不能白剪了。报告，我不退出，我死也要死在这儿。这让老狐狸很意外，觉得他变了一个人。而唐笑笑很清楚，他必须坚持下去。我要向大家证明，文艺兵不是穿着军装的花瓶。队友们纷纷为他鼓掌。这时指导员也穿上装备，申请加入训练。老狐狸赶紧过去，劝他不要来添乱。这是在训练菜鸟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菜鸟。谭小玲仔细思考过，想要让老兵和菜鸟认可他，就必须一起吃苦。老狐狸见他懂事了，赶紧让他入列。二牛立刻上去给他带上追踪器。菜鸟们信心满满，要挑战今天的魔鬼训练。可教官们却不按套路出牌，竟然让他们写遗书，还要签下生死状。他们都不是傻子，这明摆着后面的训练是有生命危险的。于是瞬间闹成一锅粥，坚决抗议，死活不签。但雷神却说一不二，只要是不签字的，全部弃权退出。女兵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戴上菜鸟的头盔，拿着教官发的身份编号，乖乖的写起遗书。可到了阿卓这里，却发生了意外。报告，我不要14号，为什么？不吉利。但教官却不信邪，只给他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坐下，要么立刻滚蛋。何璐为了不让他得罪教官，偷偷的和他交换编号，却被教官抓住，愤怒的惩罚2人，12号和14号各扣5分。你为什么扣我分？阿卓就是个愣头青，还敢往教官枪口上撞。而何璐就很清楚，赶紧把责任都揽过去，要求扣他1个人的分。但教官为了立威，直接枪打出头鸟，来了个超级加倍。12号扣10分，14号也扣10分。为什么？你要是再问一个为什么，我
就再扣你10分。阿卓不服气地坐下，别人都在认真写遗书，但他却折起了纸飞机。教官本想收拾他，却知道他是个孤儿，立刻就愧疚起来，后悔刚才对他那么凶。对不起啊，可他却没有搭理，反而扔出纸飞机，希望他把自己的话带给天上的父母。注意看，这个女兵为了不被发现，竟然把酒藏在那个地方，就算教官检查违规物品，也绝对安全。于是她就这样负重训练，一路上又是爆炸，又是高压水枪的，硬是没有把酒掉出来。而菜鸡们还被赶到泥坑里，抱着木桩做仰卧起坐，他们一肚子怨气，赶紧发泄出来。于是女兵们全部变成泼妇，把所有教官都骂了一遍。可元宝却微微一笑，迅速报复回来，让女兵一边练体能，一边唱小菜鸡的歌。然而他却积压不分。唱一只小鸭子吧，我是一只小鸭子，还给我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看到没有？千万不要得罪上级领导，不然会被折磨得很惨。而教官们还很贴心，知道他们风吹日晒的，皮肤肯定很缺水，于是让他们水里做俯卧撑。菜鸡们备受折磨，直接丢了半条命，好不容易休息了，立马冲向食堂。点心都有了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吃饭。何路瞬间就急了，5分钟根本就不够用，这些教官就是变态，连吃个饭都要折磨人。可小蜜蜂却表示，他们作战的时候1分钟就得吃完。怎么没碗筷呀？你的手残废了吗？4分30秒倒计时快！菜鸡们立刻抢了起来，可欧阳倩刚咬一口，牙差点被崩掉。这馒头竟然是冷的，硬的跟石头一样。而沈兰妮直接喷出来，不许吐，浪费可耻，你不知道啊！这牛奶加了冰怎么喝？可老狐狸怒气冲冲的，他不敢惹麻烦，只好喝了下去。于是女兵们全成了野人，抓着食物狂往嘴里塞，而老狐狸还扔下颗核弹。半小时后检查宿舍，如果查出违规物品，所有人都得受罚。他们立刻冲回宿舍，一边脱下装备，一边处理藏的东西。所有人都慌里慌张的，可阿卓却很淡定，毕竟他藏酒的地方，教官们绝对不敢查。而果子是个吃货，藏了很多巧克力，赶紧全部塞嘴里，还让欧阳倩帮忙解决饼干，两人都要被噎死了。而沈兰妮立刻冲出来，把藏着的可乐交给他俩，大家一起消灭。啊，谁来帮帮我呀？笑笑更是厉害，仗着基地里有老乡，让人带东西进来，偷偷埋在土里，他晚上再去挖出来。不过都是吃的，大家肚子受点罪还是能够解决的。而叶寸心才是真正的麻烦，他竟然藏了一部智能手机。沈啊，你是真的想死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一人犯错全队受罚？他也知道是自己不对，被骂也不敢吭声，而队友们都崩溃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此时教官们踹门进来，一脸的凶神恶煞，菜鸡们乖乖站在一边，任由教官们检查。果子藏着半个苹果，嘴里还在动。我问你好吃吗？好吃。雷神让他交出苹果，还特别体贴，好吃那就多吃点。张开嘴！这个女兵不要命了，竟然敢躲在厕所抽烟，却被死对头撞见。你在这儿抽烟啊？你赢了，去告吧。特种部队里不准抽烟喝酒，一旦被教官发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沈兰妮被抓住把柄，却不肯低头认输。好在叶寸心也不屑举报，大方的放他走，却突然变卦。怎么后悔了？给我一根呗。他是第一次抽，动作都不熟练，还特别傲娇，让女少将给自己点烟，结果却差点呛死。而在另一边，两个魔鬼教官正在打游戏，老狐狸毕竟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是雷神的对手，立马耍赖不完了，却正好看到雷达有3只小菜鸡逃走了。雷神直接扔了键盘，脸色难看的要死。他最痛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，直接把帽子转正，露出猛男的标志。而另一边，3只小菜鸡突然停下，看着面前的坟墓，被吓得全身发抖。突然一阵爆炸，钻出一只恶鬼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，拼命尖叫。菜鸡直接被吓晕，而恶鬼却特别高兴，立刻摘下面具。原来是阎王教官。菜鸡逃跑的事情让雷神特别愤怒，把所有人叫出来，让他们看看逃兵的下场。雷神刚发完脾气，却突然闻到奇怪的味道，于是到女兵身边闻起来，那鼻子比军犬还厉害。沈兰妮心里有鬼，见他越来越近，立刻紧张起来，但还是被发现了。什么眼？中华档次不低呀你！雷神瞬间暴怒，特种兵经常在敌后作战，如果有人抽烟喷香水，很容易被敌人军犬发现。此时叶寸心站出来，顶着雷神的怒火，主动承认自己也抽了，要和沈兰妮一起承担。雷神大吃一惊，这两人不是死对头吗？怎么搅和到一起了？二位是臭味相投，畸形虐恋啊！报告，是我的烟，而且是我带他抽的。报告，是我自己要抽的。两人都在争抢责任，可雷神却很公平，都扣了50分。他知道这群麻烦的女人
肯定还藏着东西，于是重新检查，却查出个超级炸弹。因为叶寸心总是惹事，雷神对他很不放心，所以路过他床位的时候查得特别仔细，果然就发现了东西，竟然是一部智能手机。你有什么好特殊的？一天到晚在这儿给我摆大小姐的臭架子，你没事你搞什么特殊你？不知道纪律吗？叶寸心这个野丫头竟然也被骂哭了，而雷神大发雷霆，惩罚所有人，队友们怨气冲天，他们本应该做着美梦，却被叶寸心连累，在泥坑里练体能。而他听着队友们的抱怨，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你可别虚情接受，坚决不改啊！放心吧，我会改的，让天上的人气死我吧！田果就是乌鸦嘴，立刻就下起了暴雨。菜鸡们苦中作乐，竟然唱起了小鸭子。此刻他们已经完成了蜕变，成为了坚强的战士。这个男人可太猛了，竟然敢生吃老鼠，还觉得没吃饱，又吞了一大块，甚至舔着手指，回味无穷。这恶心的一幕把菜鸡们吓惨了。我的妈呀，我不敢，我要退出。但这就是特种部队，经常在敌后作战，可没有大鱼大肉吃。为了能活下去，必须吃掉所有能吃的东西。阎王好心来帮忙，还提前警告菜鸟们，今天会是你们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天。可菜鸡们却不当回事，毕竟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撑到了现在，哪怕前方是火坑，也敢跳下去。可阎王却邪魅一笑，请他们吃大餐，竟然全是山珍野味，小可爱们还活蹦乱跳的。女兵们脸色大变，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全都吐了出来。可教官们却笑得很开心。阎王更是个狠人，直接抓起小可爱，一口吃了下去，仔细咀嚼着，吐掉没有肉的腿，味道还不错啊。野人就是野人。可不管女兵们怎么抗议，这顿特殊的早饭他们都必须吃下去，否则就退出考核。但叶寸心却很不服气，特种兵执行任务都会带上压缩干粮，干嘛非得吃这个？阎王不耐烦地解释，压缩干粮是底牌，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能使用。我之所以有耐心，那是因为你们是女兵，如果要是男兵，我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可菜鸡们还是挤成一团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。阎王对此特别失望，决定来点劲爆的，专门选了只肉多的老鼠，但刚一拿出来，就把女兵们吓得赶紧后退。他手起刀落，鼠鼠就上了天堂。随后阎王享受其美味，不仅大口吃肉，还仔细回味着这残忍恶心的一幕，让欧阳倩彻底崩溃，嚷嚷着要退出。可果子却把他拉住，如果现在选择放弃，那之前的苦就白吃了，连大姐和鹿都受不了。他当初去维和的时候，只吃过野鸡野兔，老鼠这么生猛的东西，根本没有人敢碰。我们为什么要吃老鼠？这个老鼠啊，是最常见的、最多的肉食补充品。不管是原始森林还是热闹的城市，都能找到它们。这些女兵就是不知足，没让他们吃蟑螂，就已经是教官大发慈悲了。你们连这关都过不了，怎么当特种兵啊？看你们个怂样！阎王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可女兵们还是害怕。他们撑过了魔鬼训练，却倒在了吃饭这关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。但关键时刻，谭小玲竟然站了出来。阎王以为他又有意见，要去司令部告状，可他却豁出去了。我是想是很好，有胆识。阎王特别高兴，赶紧帮他挑了只老鼠，还担心他没杀过生。用不用我帮你？不用，那是你的喽。谭小玲快崩溃了，但她是教导员，必须做好榜样。而阎王还在不停催促，他终于彻底疯狂。快看，女兵被魔鬼教官逼疯了，竟然要生吃老鼠。来了，等什么呢？谭小玲疯狂地抓起匕首，送鼠鼠上了天堂。这美好的一幕让旁观的女兵们都很感动，泪水从嘴里吐了出来，连教官都看傻眼了，赶紧为她的勇气鼓掌。而她更是死死地咬着牙，切下一块肉，害怕地闭紧双眼，颤抖着塞进嘴里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谭小玲呕吐不止，生吃老鼠就像一场噩梦，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雷神大发慈悲，递给她一瓶水，可她却不领情，直接一巴掌拍远，还为了证明自己，又吃了一块老鼠肉。雷神很欣赏她的表现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她，终于蜕变成坚强的战士，而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找首长告状的八婆。而谭小玲的勇敢也得到了女兵们的尊重，纷纷向她学习，冲上去吃小可爱。但还是有人克服不了恐惧，只能退出考核，这让他们很不服气。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就是有点怕虫、怕老鼠，就不能给个其他机会吗？可老狐狸却毫不留情。特种部队经常在野外作战，蛇虫鼠蚁遍地都是，不管你军事素质有多强，只要过不了心理这关，就必须被淘汰。而留下来的女兵们将迎接更严峻的考验。雷神一大早就发神经，把他们都叫了出来，要玩一个刺激的游戏。击鼓传花，每个人拿着这个炸药包，3秒钟的时间立刻传给下一个人。这就是特种兵吗？简直是用命在玩。但为了克服恐惧，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。而雷神点燃引信后，游戏立刻开始，每个人都特别紧张。3秒一到，赶紧传给下一个人。
而欧阳倩吓得全身发抖。旁边的叶寸心见他这个怂样，一把抢过炸药包，顺利的传给沈兰妮。可意外却发生了，沈兰妮死死抓住炸药包，怎么也不肯松手，而引信也越来越短。欧阳倩比他还紧张，这样提的味道，快扔掉！刚才在干什么？你疯了！还好扔得快，不然在场所有人，不死也重伤。叶寸心怒气冲冲的骂他，结果两人又打了起来。一边看戏的雷神特别高兴，见他们这么有活力，立刻让所有人10公里越野。队友们怨气冲天，这10公里跑下来，午饭早就没了。这时老狐狸赶来，一脸的愁眉苦脸，他也看到了刚才的危险情况，觉得沈兰妮就是个危险的炸弹。他太逞强了，只想着表现自己，一点团队精神都没有。再让他胡闹下去，随时都会爆炸，害死其他人。可雷神却很自信，他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菜鸟。没有调教不好的兵，他会迅速成长起来的，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。这集训队变成新兵连了，比你弄得真是。快看，这群女兵们太惨了，不仅顶着40多度的高温，在泥坑里辛苦训练，教官还美滋滋的吃着西瓜，狠狠的刺激他们，气得他们疯狂诅咒，让教官打王者被坑，吃泡面没调料包。但魔鬼教官却变成天使，让他们停止训练。我宣布第1周结束，祝贺你们！女兵们高兴坏了，赶紧把木桩扔下，就在泥坑里庆祝起来。教官们也罕见的露出笑容。菜鸡们逃出了地狱，抓紧时间去洗澡放松，却发现了惊喜。热水，热水！他们洗了1周的冷水澡，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了，高兴的又蹦又跳。而谭小玲更厉害，在暴雨中奔跑，把所有委屈都喊了出来，还跪在地上痛哭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喜悦的泪水。可雷神突然出现，他是个大老粗，不会安慰女人。狂欢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通知部队10分钟以后教室集合。所有人迅速集合，开始团队合作的训练。雷神把菜鸟们分成4个队伍，每支队伍8个人，姐妹们都被分到了风队。老狐狸对菜鸟们训话，一切以团队为重，只要发现不合群的，影响大家合作的害虫，那就立刻淘汰。风队队长3号到，副队长55号到。这个结果挺意外的，按理说谭小玲的军衔最高，应该是他当队长的。何璐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单独找他谈话。可他却是个明白人，火凤凰以后是要上战场的，现在的训练是为了以后的实战。而何璐在非洲打过仗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应该当这个队长。可何璐还是很为难。谭小玲赶紧开玩笑，反正队长和副队长都要轮换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两人把话说开了，赶紧召集队友们，让大家像雷神那样取个响当当的代号。所有人都兴奋起来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自己的代号。其中果子的代号最奇怪，竟然叫雷婆，队友们都不理解，而他更是胆大包天，打起了雷神的主意。咱们这里不是有个雷神吗？雷神就是雷公，那我当然就要叫雷婆了。咱们总不能让雷神一个人傻单吧？其他人都惊呆了，为他的勇敢点赞。可阿卓却情绪激动，抓住他的衣服，警告他赶紧改名字。凭什么不能叫？我就叫雷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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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婆！再给我叫去，雷婆！队友们赶紧上去拉架，叶寸心却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在一边挥舞旗子助威。谁都想不到，只是取个代号，竟然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队长警告两人不要再打了，否则被雷神知道，全队都要倒霉。而谭小玲立刻去劝果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干嘛要叫什么婆？都把自己喊老了，不如叫开心果，给大家带来欢乐。开心果还能吃，挺好，我要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小女孩躲在房顶上哭泣，家乡突发特大泥石流，爸妈都被卷走了，只有她幸运的活了下来。此时解放军神兵天降，年轻的雷神带着队友立刻展开搜救，并发现了小女孩。你得救了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小女孩便是阿卓，把雷神当成心中偶像，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军人。而阿卓也很争气，不仅当了班长，还作为全连最优秀的女兵，参加了特种兵的选拔。而上天也被他感动，让他在火凤凰集训的时候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雷神，于是拼命表现自己，光脚在石子路上狂奔，只为了跑到第一，在雷神面前留下好印象。但雷神这么优秀，不止阿卓喜欢他，果子更是大胆，要让雷神脱单，还取了个配对的代号雷婆。这可把阿卓气坏了，还和果子打了起来。这异常的反应让谭小玲很好奇，于是晚上找阿卓谈话，这才知道真相，明白他对雷神的复杂情感。他拜托教导员保密，想成为特种兵后再亲自告诉雷神。谭小玲答应了，但也很疑惑，你不问问人家有没结婚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我不管，他过他的，我爱我的。谭小玲很佩服阿卓的勇气，认为他一定能成功。而另一边，雷神在查看学员资料，突然找到阿卓的，觉得特别眼熟，左看看右瞧瞧，却还是想不起来。这人我一定见过。
但训练马上开始，没时间耽误，他立刻召集女兵，开始新一轮的魔鬼训练。这可比之前的刺激多了，到处都有爆炸，真上了战场一样。女兵们拼命跨越障碍，但果子却爬不上去，赶紧把好姐妹叫来，一脚踩在她肩膀上。是不是好姐妹？太缺德了，天国！为了报复这一脚，欧阳倩和他抢一个管道，结果两人都被卡住，谁也过不去。教官立马过来，两人这才一前一后通过。但高强度的训练很快就耗光了果子的体力，趴在地上动不了。阎王立马嘲讽起来：“屁股撅这么高干什么？当靶子？我可以学美女蛇，保证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。”阎王都无语了，直接一空包弹打过去，吓得果子赶紧爬起来。美女蛇，我看你连个蚯蚓都不是。穿越战场后，女兵们又要当人猿泰山，从高楼上进行锁降。队长和副队长先上，做出完美示范。可轮到欧阳倩的时候，她却十分害怕。我不敢，我不上了，我恐高。阿卓可不想陪她扣分，迅速扣好安全绳，做出一个高难度动作，头朝下锁降。老狐狸表情瞬间就变了，质问他为什么改变动作。可他却很聪明，为了不成为敌人的靶子，所以头朝下，加快降落速度。自以为是，扣分，扣20分。在战场上，自作聪明的人其实就是个死人。快看，这个教官为了耍帅，在女兵面前秀起了操作，一个炫酷的出场，瞬间化身枪神，不仅枪枪十环，还偷学好兄弟的绝活，2颗子弹穿过一个弹孔，这妖怪一般的枪法让女兵们大吃一惊，全都献上最热烈的掌声。可雷神却很傲娇，有什么好鼓掌的？这完全就是小儿科，还让其他教官上场，给菜鸟们展示默契的配合。只见教官相互掩护，顶着硝烟冲锋，弹无虚发，爆头击杀歹徒。女兵们特别崇拜，再次献上掌声。可雷神却觉得他们没见过世面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练习，等以后开直升机了，他们岂不是要乐上天？可笑笑却很担心，我们不会死了吧？因为我看到那个子弹离我们很近，咻咻咻飞来飞去。每个训练都有危险，教官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，所以之前才让他们写遗书。雷神知道他们害怕了，觉得烂泥扶不上墙，失望的转身就走。可谭小玲却打报告，你应该给我时间。你这个话讲得够心酸的，我给你时间。敌人会给你时间吗？果子没长脑子，竟然敢反驳。反正现在也没有打仗，不用这么认真。可雷神却很不爽，他赶紧慌张解释：我是说，时刻准备着。时刻准备着，准备去送死啊你！果子被雷神怒喷，根本不敢抬头。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教官们听了直摇头，他们现在糟糕的表现就是在侮辱这句口号。雷神被气疯了，这群人菜嘴硬的家伙，训练场上都怕得要死，还敢上战场吗？可女兵们却不服气，我们敢，我也敢，我也敢！所有人都大声喊着，证明自己的决心。而枪打出头鸟，雷神把谭小玲拖出来，直接压在靶子前，连开好几枪。现在知道子弹从耳朵边上飞过去的感觉了吧？现在还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敢！其他教官都不忍心看，女兵们更被吓成麻瓜。而雷神还劝谭小玲，如果够聪明，就赶紧求饶。可她却哭喊着：“我一辈子都是傻子，我就是傻子！”这话里除了愤怒，还有别的感情。雷神听不出来，但女兵很敏感。不对劲啊！本来不是英雄铁血剧吗？怎么突然变成言情剧了？不过我喜欢哦。阿卓流出痛苦的泪水。原来谭小玲也喜欢雷神，他看走了眼，竟然把暗恋的事情说给了情敌听。而雷神打空了弹夹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，简直是个冷酷的杀手。女兵们愤怒地冲上去质问他为什么开枪，可他却很淡定，刚才只是一个科目练习。这个科目叫做信任射击，你们以后一样也要开枪打他。那要是失手怎么办？如果失手的话，我会通知你们各位的家属到我这儿来领抚恤金，还有你们的骨灰盒。注意看，魔鬼教官正在训练狙击手，可方法却特别奇怪。拿出你们的针线包，把10根针全部穿在一根线上，限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女兵们刚跑完10公里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手一直在发抖，根本就对不准针头。但阎王还在一边催，果子实在受不了，暗地里说他坏话，却被他的狗耳朵听到，又是一阵怒骂。看看你们一个一个的熊样，连一根针都穿不过去，还想在奔跑中瞬间停止，瞄准敌人吗？阎王话刚说完，就看着手表倒计时，女兵们急得满头大汗，都快哭出来了。本以为要全军覆没，可数到最后1秒时，叶寸心唰的一声站起来，大喊自己完成了。阎王十分震惊，这一关的考验，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。但叶寸心从小就想当兵，不仅看了很多狙击手训练的书，还偷偷练过几年。你比他们优秀这么一点点。谢谢阎王。
他看向死对头沈兰妮，一脸的炫耀得意。而阎王不给菜鸡们休息的时间，立刻让他们冲刺下山。谁要是跑慢了，就一枪打过去。叶寸心刚才出了风头，让沈兰妮心里很不爽，立刻加快速度要超过他。于是两人又叫起劲来，好不容易冲到山下，还没有歇几口气呢，阎王就用大喇叭狂喊，恨不得把菜鸡们给震聋，还把所有人赶到一边考试，要求在30秒内默写出化学周期表。这可要了学渣们的命。果子还四处偷看，并让欧阳倩给他说答案，这明目张胆的作弊，也不怕被教官发现了。虽然欧阳倩说了答案，但他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根本就听不懂。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鸟样，连笔都拿不稳，怎么扣班级啊！30秒很快就到，阎王又赶走菜鸡们，让他们漫山遍野的跑。此时雷神赶来检查女兵们的答卷，结果只有2人默写完。叶寸心当年是理科状元，自然难不倒他，就是那个字太难看了。而雷神还很好奇欧阳倩的，他可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，元素周期表简直是小菜一碟，果然全部默写出来，字也好看很多。而另一边，果子赶紧找欧阳倩算账。刚刚那个钠镁铝硫氯氩什么情况？是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第3周期表。菜鸟们一路狂奔，终于到吃饭休息的时候，所有人瘫在地上等着教官投喂。一看到包子，就像饿狼扑食一样，结果却差点呛死。小玉峰，有汤吗？那边有条河。可他们跑了10公里，正常人早就头晕恶心，根本吃不下东西，现在连汤都没有。其他人一边吃一边吐，何璐忍不下这口气，站出来和教官对线。你们这样完全就是折磨人！废话，坚持不下去的，滚蛋！快看，这些女兵为了当狙击手，竟然趴在地上不敢动，不仅要保持瞄准姿势，还不能让弹壳掉下去。我瞄了半个小时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这种方法虽然很痛苦，但为了练出肌肉记忆，女兵们都咬牙撑着。可笑笑却受不了了，她是文工团的，身体素质最差，只有下连队的时候打过1次靶，还只打了10分钟，现在饱受折磨，胳膊肘疼得要命。何璐注意到他不对劲，赶紧让他转移注意力，想点开心的事情。可意外却发生了，他调整姿势的时候，手不小心抖了一下，弹壳直接掉在地上。阎王是狗耳朵，立刻就听到了，还坏笑的走过来，蹲在他面前嘲讽：“我要没记错，你已经掉了3次了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”随后他检查其他人的情况，却发现2个大眼睛，叶寸心又和沈兰妮杠上了，2人眼睛里满是杀气。可狙击手需要绝对的冷静，就他俩这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根本就不适合。而阎王还嫌他们太轻松，开枪吸引注意力，随后让菜鸡们转移阵地。地上铺满了尖锐的碎石，胳膊只要撑在地上，那就是上了刀山，疼死人不偿命。笑笑都流血了，却还在坚持。叶寸心看见后，赶紧让他去包扎，可没有教官的允许，他宁愿流血流泪，也不敢动一下。阿卓替姐妹出头，大声喊报告：“我要上厕所，我也要上厕所，我来大姨妈了。”2人这么一闹，阎王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让大家休息一会儿。何璐立刻检查起来，却发现笑笑的伤很严重，衣服都和伤口粘在一起，脱不下来了。这时阎王走了过来，警告他千万别动，并掏出匕首把衣服给划破了。他为了不让姐妹们担心，还装得很坚强。看我这个训练服多拉风啊！你傻呀！笑笑用他的鲜血证明了文艺兵也是战士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。等到了晚上换岗的时候，何璐悄悄地下床，不吵醒熟睡的战友们，还给其他人盖上被子。叶寸心腿上有一大块淤青，看得他特别心疼。他四周看了下，却没有发现阿卓。而此时阿卓正在训练场上，一个人偷偷喝闷酒，结果却被教官们发现。于是雷神趁训练的时候单独找他谈话，这才知道了真相。原来雷神当年救的小女孩，竟然就是阿卓。你知不知道，从5岁开始想念一个人的滋味？雷神这才知道他的特殊情感，赶紧劝告这个小女孩，她现在是军人，必须认真训练，不被儿女私情耽误。她以后一定会找到真爱，而不是雷神这个虚幻的影子。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戴着防毒面具踢足球。对啊，而且要带着他踢完全场。特种部队举行足球赛，但比赛还没开始，聪明的老兵就知道肯定又是男足输了。而教官还打开一个箱子，女兵一看就傻眼了，竟然全是防毒面具，还让他们带着打比赛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叶寸心不服气，立刻反问一句：“那你们呢？”教官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干什么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于是不公平的比赛立刻开始，女兵们戴着面具，视野受到限制，根本就不是男兵的对手，被耍得团团转，很快就落后1分。这下教官们打了鸡血，每个人都特别兴奋，眨眼间又进了1球，还可怜女兵们，于是不断传球，却不射门，打算多玩一会儿。可就算这样，女兵们还是没有还手的机会，一直都是0分。二牛还一个飞踢进球，立刻耍起帅来，比分直接拉到了0-9，女兵才找到机会反攻，结果却晕头转向的踢进自家的球门。让铁不要下去！
老狐狸看他们这个表现，愁得直皱眉。雷神也黑着一张脸。足球是团队的比赛，但他们却一点合作都没有。真让我失望，各自为战，完全是一盘散沙。这要是上了战场，岂不是去送人头了？于是来了一招激将法，让男兵们悠着点。如果女兵踢进一球，那他们就输了。这瞧不起人的话，瞬间点燃女兵们的怒火。叶寸心直接爆发小宇宙，抢过球冲锋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终于进了一球。教官们特别后悔，而女兵们又蹦又跳，开心疯了。随后合作起来，迅速又得一分。雷神见时间到了，吹哨暂停比赛。果子立刻和叶寸心击掌，他转身想要庆祝，却发现是死对头，立马转过身去。所有人赶紧集合。雷神一上来就喷教官们，丢不丢人？人家戴着防毒面具，呼吸困难，视野受阻，居然让人家进了2个球，丢不丢人？女兵们特别开心，往日里教官折磨他们，现在却被雷神怒喷。叶寸心更加得意，他第一个进的球，以为会得到雷神的夸奖，可雷神却不按套路出牌。58分钟你才进了第1个球，58分钟之前你在干什么？雷神特别愤怒，这群人根本没有团队精神，只想着自己表现。如果上了战场，最快死的就是他们。目光短浅，自私，一群废物。为了惩罚他们，雷神让女兵们戴上防毒面具，进行5公里越野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可女兵们一走，雷神立马就变了张脸。这群女兵虽然笨，但知错能改，已经知道团队的重要性，肯定会内部解决问题。随后转变枪口，对准输比赛的男足。我说你们几个休息够了吗？休息够了，就叫下一队来，还有3场球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丢人。注意看，这些女兵还没睡醒就被叫起来训练，却又不敢对教官发火，只能小声抱怨几句。可叶寸心却很自信，姐妹们，今天休息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觉得他还没睡醒。教官们都是魔鬼，怎么可能让他们休息？但叶寸心是清华计算机系的，苦练2年半的黑客技术，黑进基地的系统，把训练任务给改了。于是老狐狸瞬间傻眼，虽然不敢相信，但还是宣布解散，让大家休息1天。黄鼠狼还有给鸡拜年的时候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解散！真休息啊！而雷神看着屏幕，觉得特别纳闷。老狐狸赶紧过来，以为他大发善心，可他一看训练任务，瞬间就明白过来。偷袭成功，我们就需要这号人物。叶寸心，但他们还是太嫩了，雷神有办法收拾他们。于是举行足球赛，却发现他们没有团队意识，内部有很大的问题。于是罚所有人戴着面具，武装越野5公里。老狐狸还很贴心，担心他们跑得太热了，用灭火器帮忙降温。女兵们被折磨惨了，好不容易坐下吃饭，却又闹了起来。吃货果子很贪心，觉得菜太少了，都不够他塞牙缝。而叶寸心也嫌吃不饱，直接拿了2个馒头。这下沈兰妮可看不下去了，这人怎么这么自私？全队那么多人，他却只顾自己吃饱。叶寸心也不甘示弱，又吵了起来。少在这冲大头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都吃饭，少说话。见队长发话了，2人只好埋头吃饭，却盯上了同一块肉，谁也不肯让，直接在盆里较着劲，结果却打翻在地上，肉掉了一地。2人立马恨着对方，所有人都怒了。本来菜就少，还被他俩给浪费了。阿卓直接走过去，把脏了的肉捡起来。干什么？我看你们胃口真的不错，我剩200个。果子觉得很委屈，立刻抗议起来，却被老狐狸臭骂一顿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你倒是朵花，一朵狗尾巴花。其他人可倒了大霉，被2人连累做俯卧撑。谭小玲想不明白，一定要老狐狸给个解释，这才知道是雷神的安排，因为他们团队意识差，故意给了这么点饭菜。难道上了战场，你们因为饭菜分配不均而大打出手吗？谭小玲知道是他们的错，于是甘愿受罚，但2个死对头却盯着对方，心里都憋着气。于是训练的时候直接动了真格，打起来毫不留情。沈兰妮还是厉害，把叶寸心一脚踹倒，而他摸着脸上的伤，怒吼着冲上去，抱住沈兰妮的腰，想要把死对头摔倒，却被轻松化解。他不服输，爬起来要接着打，可老狐狸却赶来，带来一个奇怪的消息：13号，你妈妈看你来了。报告，我在训练。执行命令，马上跟我到指挥部，快！注意看，一辆豪车开到军营门口，还下来一位富婆，守卫都看傻了，赶紧上去盘问。小同志，我找叶寸心。叶寸心是谁？他是在这儿受训的学员，我是他妈妈。是他告诉你他在这儿了吗？不是，我托朋友打听的。好家伙，这富婆的背景可真硬，随便一个朋友就能打听到军区的机密，小战士可不敢得罪，赶紧打电话询问。而雷神正在看利刃出鞘，一接电话也震惊了。老狐狸看他表情不对，赶紧追问发生了啥事。2人一对眼神，就知道来了个大麻烦。老狐狸立刻出去迎接，女人叫张海燕，是个大富婆，此时正在打电话，拜托老同学帮忙，只要她一个电话，那这里的人都会给面子。而老狐狸及时赶到，一看这豪车，就知道女人不简单，连忙问她是通过什么手段
知道叶寸心在这的。我高中同学在部队工作，我就请他打听了一下，这个犯规吗？啊，不犯规。老狐狸就是聪明，知道他有靠山，便开车带他进去。海燕一路上特别好奇，东张西望的。等到了指挥部，就见到黑脸的雷神，刚坐下就要求见女儿，可雷神却不给面子，明确表示现在是特训期间，按照规定不能见面。但海燕打起小算盘，让雷神理解他的难处。你看我这跑了1000多公里过来，就是想看看他，要不您就网开一面。然而雷神一点都不惯着他，能找到这是他的本事，但绝对不能见女儿，不然其他战士知道了，都闹着要见爸妈，那这队伍还怎么带？还承诺等训练结束会给女兵们放假。可海燕就是不甘心，缠着雷神诉苦，雷神都无语了，根本不想理他，赶紧叫来老狐狸送他离开千里之外。可这时电话响起，竟然是首长打来的，还知道叶寸心妈妈来了。机关电话追过来了，你安排他们母女见一面吧。可是首长，执行命令吧，有时候咱们也得向现实低头。这海燕可真厉害，首长都得给面子。雷神虽然无奈，但只好让老狐狸出动，把叶寸心请过来。海燕不想得罪雷神，赶紧上去道歉。我这也是没办法。我觉得你挺有办法的。他尴尬地笑着，雷神却摔门离开。而另一边，老狐狸到训练场把情况说了出来。叶寸心很意外，而其他女兵却很不爽，立刻嘲讽起来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你妈喝奶去啊！”怎吧？果子特别生气，大家都是封闭训练，凭什么她就是大小姐，可以享受特殊待遇？一群人立刻聊了起来，纷纷猜测她的家庭背景。而队长赶紧阻止他们，让大家继续训练，毕竟教官还在一边看着呢。而叶寸心见到老妈后，却大吵了一架。你干嘛？不管，就你了。这边。这个女少校一到基地就被一群男兵欺负了。就在刚才，她开车飞了进来，差点一头撞在墙上。教官们都很好奇，以为她是来参加训练的学员，见只有她一个人，于是特别担心，让我们一队人训他一个，这上级明显是让我们整死他呀！二牛和雷神对视一眼，决定按原计划行动。可老狐狸却不忍心，少校，就你一个人？对啊，你们还等谁？教官们听了也不怜香惜玉，给他来个特殊的欢迎仪式。他瞬间就火冒三丈，但男兵却很热情，欢迎光临。教官还要绑了他，于是他暴怒出手，反而把男人摔了出去。见女少校不好对付，三人一起冲了上去，本以为很快就能拿下，却没想到他身手很好，1打3竟然不落下风。这个女人有点意思，有2把刷。可他的体力却跟不上了，很快就露出破绽，腿被一把抓住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一个翻滚，躲过教官的臭脚，二牛都不忍心看下去，躲在阎王身后。而他吃了几下重踢，赶紧爬到车上。我是新来的教导员。真会开玩笑。见他们都不相信，谭小玲只能握紧拳头，咬牙坚持战斗。他占据地形优势，挡下几波攻击，但教官一个倒挂金钩，直接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，又把他拖起来，使出一招双龙出海，把他踢出10米远。他们简直就是魔鬼，直接把谭小玲扔进泥坑。他可是火凤凰的教导员，却被这么虐待，嚷嚷着要去司令部投诉这群兵痞子。结果他们却嬉皮笑脸的，还请出了大魔王雷神。可他却更加来劲。你以为你是战斗英雄，你就能一手遮天吗？我要把你们都送上军事法庭。这小菜鸟口气可真大，该不会上面有人吧？雷神赶紧追问他的身份。我是新来的教导员。听着愤怒的语气，不像是开玩笑的。老狐狸很谨慎，让雷神小心对付。可他刚让女人自报家门，就被扔了个脏手套。谭小玲，陆军少校，火凤凰集训队教导员。其他人赶紧翻他的背包，果然找到了调令，全都凑上去看。下一秒却直拍脑袋。而谭小玲见他们都明白了，说话的底气都充足起来，骂他们是一群臭流氓，竟然敢无视军规军纪，对上级动手。但雷神却很护犊子，直接给怼了回去。他只是火凤凰的教导员，管的都是那些女兵，而他们都是教官，根本不归他管。谭小玲被气炸了，要去司令部告状，但雷神却很直接，如果他身为教导员，遇到问题只知道告状，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，那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，都不会有人服他。这就是部队靠实力说话的地方。谭小玲沉默了，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同时也为了争口气，他决定忍耐下去，成功组建火凤凰，但必须放句狠话：我不会放过你，随时恭候。雷神让他去洗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等会迎接菜鸟到来。下来拉我！他踩着淤泥里，根本就动不了。老狐狸把他拉起来，带去澡堂子。可他刚开始洗，老狐狸就催了起来，气得他破口大骂。老狐狸也愁眉苦脸的。女教导员，哎呀！雷神趁机查了谭小玲的资料，
这才知道她是个女强人，不仅是心理学硕士，还是国防大学在读博士。这响当当的学历让大老粗们很佩服。全才啊！一般般吧。可雷神一句话就让他破防了。我问你杀过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战争可不是找工作，学历在这里根本就没用，不能杀敌就活不下去。所以在这些男人面前，他顶多算个厉害点的菜鸟。而雷神更是好言相劝，让他好好观察和学习，千万不要多管闲事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瞬间反应过来，雷神要用刚才对付他的方式去迎接来训练的女兵。你这叫虐待战士？这不叫虐待，难道是爱护吗？此时菜鸟们都到了，雷神赶紧接收新人，却发现少了一人，而这个消失的女兵将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雷神一想到这些菜鸟马上要被魔鬼训练了，忍不住狂笑起来。而菜鸟们到了新环境却特别激动，东看看西瞧瞧的，完全没有危机意识，还叽叽喳喳的聊天，对着教官花痴起来。太酷了，酷毙了！姐妹儿，你是花痴吗？是的。而军医何露却很警惕，并看见教官们的臂章，知道了他们的身份。他们是雷电突击队，最精锐的特别突击队。其他人还是不懂，何露也只能简单解释，他们是军区最厉害的男人，负责训练特种部队，哪怕和其他部队演习对抗，也一次都没有输过。有那么厉害吗？我看有。但炊事班的果子却不信邪，认为他们在装逼。雷神看他们这么久了，都不知道整理队伍，果然是一群菜鸟，于是让老狐狸收拾一下。欢迎下地狱！女兵被吓得抱头蹲地，还瑟瑟发抖，随后像一群小鸭子被赶到泥坑里。雷神拿了个大喇叭质问他们是来干嘛的，但他们的魂都被吓丢了，根本不敢说话。雷神对此特别失望，而阿卓站了出来，我是要成为中国的女特战队员。这个回答让雷神很满意，见他们身上脏兮兮的，好心给他们冲洗一下。可高压水枪的威力太大，弄得菜鸟们叫个不停。谭小玲看见这一幕，刚要冲过去阻止，却被老狐狸拦了下来。不要上基地司令部控告。这个富婆太厉害了，为了见到女儿，竟然找军区的关系，成功进入特种部队。可女儿见到她却没有好脸色。你怎么来了？海燕不高兴了，这话是不欢迎她呗？这个没良心的，亏她想着女儿的生日，大老远跑过来，还专门定制了哈根达斯的蛋糕，这可馋坏了叶寸心。魔鬼训练这么久，吃的都是冷馒头、活老鼠，哪里见过这种好东西？直接用手抓着吃。海燕一看就来气，好好一个姑娘，非要当什么特种兵，现在直接成了野人。叶寸心也被骂急了，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，不管老妈怎么劝，也绝对不会放弃。将来自己还要上战场杀敌立功。可海燕更加激动，她也是当过兵的，知道战争的残酷。战争不是游戏，子弹可不长眼睛。就算是没有战争，那特种部队是非常危险的，万一有个特殊情况怎么办啊？但叶寸心是铁了心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。我选择了这条路，我就要把它走到底。它就是屎，我也把它吃了。母子俩激烈争吵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叶寸心更是出口伤人，让老妈别仗着年纪大，就用那落后的思想来教训他。海燕差点被气吐血，只好一个人生闷气。而叶寸心也知道自己说错话，赶紧过去安慰老妈，没几句话就哄好了，还发动绝招。如果你是爱我的，你就支持我。我当然爱你，你是我的唯一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海燕只能成全女儿的梦想，但想通过她的关系让女儿的生活好一些，却得到叶寸心的强烈反对。部队里最瞧不起搞特殊的，叶寸心还忙着训练，蛋糕也不吃了，转身就跑。就这么走了？他一回去就申请加入训练，可果子却因为他搞特殊，故意压低木桩，不让他进去，气得他自己去搬木桩。而雷神看到这一幕，怒火瞬间点燃，训练都排斥队友，那打仗的时候岂不是要害死他？一点团队意识都没有，还当什么特种兵？你们连当兵的资格都不配，你们知道吗？何露想要解释，可雷神却不听废话，但果子却忍不下这口气。凭什么他妈能来看他，我妈就不能？雷神刚开始就担心这种情况，所以不让海燕见女儿，但首长都顶不住压力，他也只好服从命令。现在女兵们果然闹了起来，真让雷神头疼，于是让他们山地极限越野，没有时间限制，跑到废为止。那么大的装备，一看就特别重，果子撑不住了，摔在地上。叶寸心好心去扶他，可他却一把推开。而笑笑就更惨了，直接瘫在地上，队友们立刻围上去要拉他起来，可他却哭了出来。我真的不行了，我会拖累你们，你们吧，停不下吧，我扛不过去。快点，校长！沈兰妮赶紧让队友放弃，不能被笑笑拖累。不行，在战场上你能丢掉自己的战友吗？快看，教官疯了，竟然把女兵踩在脚下！混蛋，有种就杀了我！想快点死，没那么容易。死了你不就解脱了吗？虽然这是战俘审讯的训练，
可雷神也玩得太过火了，完全就是个恶魔。就在昨晚，女兵们穿越原始森林，却被狼群包围了，所有人立刻警戒起来，想扔出荧光棒把狼群吓走，却照出一群恶鬼，到处都是闪光弹、烟雾弹。恶鬼们趁乱偷袭，女兵们被吓坏了，根本不敢反抗，只想着逃走，却被恶鬼迅速放倒，直接吊在树上。虽然也有能打的女兵，但队友们早就扛不住了，他俩也被老六偷袭，中了麻醉针，所有人被蒙着脑袋压到了骷髅营。此时他们不再是受训学员，而成了被俘女兵，等待他们的是地狱般的折磨。雷神直接走过来，他都不用演，一看就是大反派。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叫做骷髅营，因为在这儿不招供的人就会变成骷髅。笑笑特别害怕，赶紧叫教导员做主，可阿卓却捂住他的嘴巴。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军衔，那是会害死人的。可还是太晚了，雷神直接走向谭小玲，狠狠地抓住她的头发。从你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你很害怕。可谭小玲还在嘴硬，雷神冷笑一下，起身一个重踢，把她都踢出血了，更是一脚踩在头上，碾压她的自尊。她可是司令的女儿，从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，立刻威胁雷神：我告诉你，我要让你们都上军事法庭。可雷神却嚣张大笑，根本就不怕他，反而把他拖到火堆旁。我听他们说你是教导员啊。长官知道的机密绝对比普通女兵多，所以雷神重点照顾她，揪着她的头发逼问。她忍受不了疼痛，便让雷神靠近一些，才说出情报。雷神古怪一笑，猜出她的小把戏，但还是很配合。你再凑近一点，我想要知道正确答案。雷神抹掉女人的口水，直接把她打飞，下令把所有人关起来。教官一走，女兵们立刻抱怨起来。看这雷神脑子是有病吧？这是训练吗？这是虐待。就是啊，真变态。变态。但何露却很清楚，这就是特种部队的训练，都是极度仿真的战俘审问，动刑都是小菜一碟。菜鸟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立马就慌得要死。而谭小玲看过相关训练资料，知道撑过去的方法，她召集大家围过来，正要说的时候，突然一阵魔音响起，让所有人痛苦不堪。这是高分贝噪声轰炸，长时间被折磨，耳朵会聋的。好在教官有分寸，很快就停了。但女兵们还没喘口气，二牛却突然进来，你出来！可其他人却站起来阻止教官带走谭小玲，大家要死一起死。好啊，那你们别后悔。这些女兵人菜嘴硬，明明都成了俘虏，却还闹着要一起死。好啊，那你们别后悔。教官怒了，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，直接扔进一颗催泪弹。虽然菜鸟们捂住了口鼻，但还是被呛得受不了，全都冲到门口求教官放了他们。而魔鬼教官们还在笑，等着看好戏。雷神也密切关注着，等到仪器发出警报，才让教官们放人。门刚打开，女兵们像丧尸出笼一样，全都冲了出来。他们被残酷折磨，终于有人撑不住，赶紧举手退出训练。教官立刻叫来卫生员，把这些怂货抬走。果子被呛晕了头，竟然也要卫生员，却被欧阳倩拉住，这才清醒过来，坚决不走。你现在不需要卫生员，下一次就晚了。我刚才叫你们出来，你们不出来，现在你们一个个全都出来了。这就是憨厚老实的二牛，已经被雷神带坏了。他还抓走教导员，来一个杀鸡儆猴。何露想要帮忙，却被一脚踹倒。教官那是真狠啊，踢得他半天站不起来。而谭小玲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赶紧鼓励大家。教官直接赏他一记臭脚，让你化作起来，走，放开我！女兵们遭受虐待，死死盯着教官，心里疯狂诅咒。而教官也是狠人，这单挑还一起上啊！结果没人敢站出来，他嘲讽的吐口水，看不起这群菜鸡。而何露身为队长，立刻安慰大家一定要撑住。然而被雷神看见，赶紧派人把他们拉开，不让他们互相鼓励。而教官们拉人的方式很温柔，知道他们都累了，好心让他们躺下休息。教官还是心软，劝他们老实待着，不要耍什么小聪明。可雷神的心却特别狠，下令不准给他们吃的，连水都不准喝，只为了让女兵绝望。这让老狐狸很担心。雷神很不理解，他们训练男兵的时候比这要残酷很多。老了，心软了，毕竟他们都是女娃呀。敌人可不会心软。而在另一边，谭小玲被压在垫椅上，被绑得严严实实，头上还戴着测谎仪。她不肯在教官面前认输，让他们有什么手段就全部使出来。可看到针头逼近，瞬间就慌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葡萄糖，帮你补充体力。二牛走上前逼问，让他说出军衔和所在的部队，可他却宁死不屈。不就是刑讯逼供吗？来啊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打死我！雷神很清楚，他之所以这么狂妄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演习，而他很清楚教官的底线，绝对不敢玩出人命。要是出了事，你还有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！我会让你们通通的扒下军装，通通的送进军事监狱！他就像个疯婆子，让雷神特别无语，竟然不遵守游戏规则，还特别嚣张。假的就是假的！这句话彻底激怒雷神，决定动真格，而谭小玲将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们要给我注射什么？这个女兵太嚣张，因为是战俘演习，就嘲讽教官不敢玩真的。可雷神却不惯着他，直接上绝招，给他注射了审讯药物。这种药物是国外发明出来，专门用来折磨犯人的。只要注射进去，浑身上下每一处神经都会疼得要命。谭小玲听了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她这才明白，雷神就是个疯子，但为了撑过考核，他也豁出去了。来啊，来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别痴心妄想。但嗓门大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教官无情地注射了2cc，虽然用量很少，但他依旧疼得表情扭曲，全身发抖地流下眼泪。雷神上去采访他的感受，可地狱般的折磨反而激发出他的怒火。算你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雷神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立刻让小蜜蜂再来2cc。小蜜蜂担心他扛不住，但雷神却一意孤行，于是又一针药物下去。他本来强忍着疼痛，绝不在魔鬼面前示弱，可还是忍不住痛苦大喊出来。此时一辆军车赶到，来的是一位少校军医，听到惨叫声，立刻开车闯入，却被教官们拦下。他可是军区司令部派来的，担心这群野人闹出事情，可教官却不给面子，谁都不能影响训练。少校同志，我们真的是在训练呢。训什么训练什么练？有你们这么训练的吗？军医挣脱两人，赶紧冲了进去，看到谭小玲的惨状，情绪变得异常激动，显然是认识女人的。然而谭小玲一见他，却拒绝跟他走。为什么？不能输给他。谭小玲这是和雷神杠上了，可林军医却很担心，强行要带走他，却被教官拖走。雷神询问他的身体数据，知道都是正常水平后，宣布继续地狱训练。但小蜜蜂却急了，这成年男子的极限承受能力是80 岁，他已经注射了4cc了，她可是个女的呀。可雷神铁石心肠，硬是要继续注射，连老狐狸劝他都不管用。他还很贴心，让谭小玲准备遗言。女人流下泪水，用沉默做最后的抵抗。小蜜蜂的手都在颤抖，连雷神也满头大汗，知道自己在玩火。这一针下去，女人瞬间崩溃。而林军一听到声音，立马就急了，知道打不过2个大汉，赶紧开车去告状。阎王特别纳闷，每年训练不都这样吗？至于吗？跟娘们似的。此时谭小玲终于扛不住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雷神也慌了，赶紧询问他的心率状况。没事，已经过了临界点了，准备强心针。但教官却手忙脚乱的，雷神立刻冲过去，抓起强心针要注射，可昏迷的谭小玲却不装了，赶紧动手反杀。然而雷神毕竟是大魔王，2、3下就把他撂倒。别动！快看，这个女人假装昏迷，创造反杀的机会，可惜遇到了大 boss， 瞬间就被撂倒。雷神坐在椅子上，大魔王气场全开，嘲讽他是个疯婆子。身为突击队的长官，竟然这么冲动，就他这种危险行为，会害所有女兵全军覆没。雷神没心情再玩下去，直接把他扔了出去。虽然他刚才的行为有点过激，但是这一关他算是过了。老狐狸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而雷神一出来，就看到女兵们脏兮兮的，特别可怜他们，于是让教官帮忙，拿着高压水枪浇花。女兵们立刻惨叫起来。你们都是女人，你们应该知道被俘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。和禽兽的敌人相比，雷神已经很温柔了，至少还保留了人性。只要他们是个聪明人，就不会留在地狱里受苦，直接退出就好了。终于有女兵承受不住压力，哭着喊着想回家。雷神得意一笑，立刻让人解开他的手铐。其他女兵也纷纷动摇，赶紧抓住机会离开地狱。笑笑也陷入纠结中，但还是决定留下来，证明自己不是花瓶。而果子为了撑下去，嘴里一直报菜名，用美食的力量鼓励自己。谭小玲更是死死盯着雷神，恨不得把他活吞了。可雷神看着这些顽固分子，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一把抓起何露，拖到大水缸前，直接按进水里。让你不说，说不说？但何露却死不开口，气得雷神又把他按进去，整个人都昏迷了。教官把他倒吊着，要晒干他身上的水分。此时老狐狸过来，装出老好人的样子，劝这些女娃娃们放弃。他和雷神的风格完全不同，温柔的话语说进女兵的心里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退出去吧！啊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老狐狸就是厉害，把一半的人都劝走了。而在另一边，林军一找到首长，控诉雷神他们的暴行，把女兵们折磨得不成人样。这哪里是在训练，分明就是在虐待。可首长却让他管好自己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我希望我的战士们能够从战场上活着回来。首长说服了林军一，还让他以后不要越级上报，接着就下了逐客令。林军一只能灰溜溜的走了，而首长却怒拍桌子：这个基地医院是得好好训训，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基地是干什么。此时剩下的女兵被关着，担心的看着何露，而她却发着高烧，起码有40度。大家担心她脑子被烧坏，赶紧去敲门叫医生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其实他们撑到现在，已经满足了雷神的标准。其实你我心里面都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，只不过还是要一关一关的过。我相信他们
你也是。听说你很能打呀，来比划了一下。就你这熊样，还敢在姑奶奶面前摆谱？这个女人嘲讽教官，还要求换帅哥来，气得二牛直接动手，一阵闪电冲拳，却不分胜负。别看沈兰妮是个女兵，但她可是全国跆拳道冠军，身手超级厉害，和二牛打得有来有回，还抓住教官的破绽，一脚踢在牛蹄子上，把二牛摔在地上。二牛赶紧爬起来，活动受伤的肩膀，却被雷神怒喷。你是来当陪练的吗？二牛被老大骂了，面子挂不住，怒吼着打上去。这次毫不留情，一招一式都使出全力，甚至以伤换伤。两人都吃了对方的重踢，差点缓不过来。雷神不放心二牛，让小蜜蜂也上，可军医却有意见。这好男还不跟女斗呢？你们不是明显欺负女人吗？是他自己要来的。而另一边，两个大男人活动完筋骨，直接打了上去。女人没吃东西，体力跟不上了，被一脚踢倒，又被拖了起来，被两人当成沙包，跟上一阵疯狂双打。沈兰妮被打吐血，心里很不服气。你们两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1对1！黑的就是你，起来！二牛立刻把他拉起来，而小蜜蜂看他还敢反抗，一个膝撞顶上去，又把他按在审讯椅上，要从他嘴里撬出情报。可他却特别嚣张，我是你大爷！教官都被气笑了。二牛被占了便宜，立刻掐住他的脖子逼问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特别搞笑。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又不是我老公。二牛一拳打过去，可他又胡言乱语起来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佛祖啊，上帝啊！这个男人居然打自己老婆！小蜜蜂都糊涂了，怀疑二牛和女人的关系，他立马就急了，自己可是有老婆的，跟这疯女人没关系。而沈兰妮戏精上身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没有人的时候，你叫我小狐狸；有人在了，你说跟我没关系。二牛嘴笨，根本解释不清楚，连老狐狸都被绕进去，怀疑二牛是不是犯错误了。毕竟女兵们封闭训练，很容易对教官产生依赖，甚至爱上教官。但雷神却很清楚，怎么可能啊？他现在就是为了虚张声势，瓦解审讯者的决心。这个方法对其他人没用，但对憨憨的二牛却特别好用。他一顿胡搅蛮缠，越说越离谱。你对不起我就算了，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小蜜蜂大吃一惊，这两人竟然玩这么大。二牛赶紧向队友解释：小蜜蜂，你要相信我，他在胡说八道，他在闹。沈兰妮这么一哭二闹，审讯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。而他趁着教官转移注意力的机会，直接把两人踹走，抓起墙上的镰刀，一阵疯狂乱砍。但因为体力不支，很快就被教官抓住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还挺能演啊！快看，女兵被逼疯了，竟然要杀了教官，却被轻松制服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这种不要命的表现，反而通过了审讯训练。老狐狸直接绑来下一人，而果子就是这个倒霉蛋。教官知道他是个吃货，所以对症下药，端出一盘烧鸡，把他馋得直流口水。虽然担心有陷阱，但他却豁出去了。不管了，我这该死了算，先吃了再说。二牛笑着看热闹，这小丫头和他当年一样，都想着当饱死鬼。见果子吃得那么香，老狐狸终于暴露真实面目，让他交代知道的情报。果子一脸的单纯，觉得不能白吃教官的烧鸡。其他人见他要开口，立刻认真起来。我小名叫花木兰，我的单位是下班突击部队，我的军衔是海陆空3军大元帅。二牛直接抢走烧鸡，这就是胡说八道的下场。小蜜蜂都要笑疯了，觉得他真是个开心果。可老狐狸却怒气冲冲，终于使出了狠招，拿出涂满蛇毒的签子，只要扎进身体里，不仅全身剧痛，皮肤还会变黑，死了就成黑鬼了。真死我了！你喊什么喊？我还没扎呢！雷神立刻提醒老狐狸，他已经被果子耍了。老狐狸心一狠，要上电刑。果子一看动真格了，赶紧投降认输，要告诉老狐狸一个秘密，并示意教官靠近，却一口咬了上去。二牛赶紧帮忙，却被果子抢走匕首，想要自杀。还好二牛手快，不然就真出人命了。你疯了，这是训练知道吗？你们什么也没想得到，再来我就要咬舌头了。这傻丫头是真不要命啊！老狐狸拿他没办法。雷神也宣布他过关了，却觉得不过瘾，又把谭小玲拉了出来，对他使用电刑。因为他是突击队的指挥员，必须受到最残酷的训练。林军一立马就怒了，他一直追求谭小玲，怎么能看女人受苦？可雷神根本不理他，立刻让教官们醒醒。他看着女人被电流折磨，要冲进审讯室救人，却被小蜜蜂拦下，一只手就按住了他。我是医生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干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然而在这里，只有雷神的话管用。此时谭小玲扛过一波电刑，神智已经很模糊了，竟然唱起了小鸭子，用歌声的力量撑下去。雷神下令继续，老狐狸却很担心，因为女人的心率已经很衰弱了。阎王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雷神见他晕了，让教官用冷水浇醒，把他扔了回去。这群女兵太惨了，
不仅被残酷折磨，还有人发着40多度的高烧，但他们却互相鼓励。周国云，有无言吧？周国云，有无言吧？而他们也很清楚，绝不能坐着等死，于是想出一个疯狂的计划，竟然要在教官的眼皮子底下偷偷越狱。快看，教官竟然亲自动手，让女兵尝尝被俘的滋味。又是你！雷神疯了一样，把叶寸心死死压住，还扒开他的衣服。这禽兽一样的做法，让沈兰妮看不下去，立刻冲上去帮忙，给雷神狠狠踢了一脚。其他女兵也豁出去了，徒手和教官们拼命。老狐狸看场面失控，赶紧开枪阻止。训练结束，训练房间有备人员，给你们检查身体。然而女兵们被地狱折磨，早就把教官们当成敌人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连我你们也不相信吗？教导员，我请你下个命令吧。谭小玲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忍气吞声的让大家放弃抵抗，而教官们也把他们的手铐打开。一场闹剧终于结束，而雷神摸着脸上的伤口，随后到湖边处理。可老狐狸却找到他，觉得他刚才的行为太过激，把女兵们吓坏了，但他却觉得必须这么做。女兵一旦被俘，敌人会更加凶狠，一定要把他们逼到绝路，才会爆发团结求生的精神。你这是用心良苦啊！可老狐狸特别担心雷神这么做会被女兵记恨，可他却冷酷一笑：我又不找对象，用不着他们喜欢。而雷神这么冒险，突然对女兵下黑手，完全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因为不想坐着等死。于是菜鸟们决定越狱。阿卓简直就是千里耳，隔墙偷听到重要信息，有巡逻人员经过，100米外有军犬的呼吸声，还有电网的电流声。队友怀疑他开挂了，但也知道闯不出去，于是想点火烧房子，把教官引进来解决。所有人立刻围在一起，掩护阿卓钻木取火。她是大凉山的女娃，知道该怎么操作，很快就弄出浓烟。教官们全都跑到门口，担心里面发生了火灾。阎王觉得女兵们在作死，于是让其他人开门，自己上高台狙击。此时雷神刚睡一小会儿，却被噩梦惊醒，立刻跑了过来，知道女兵要越狱。果然门刚一打开，他们就冲了出来，和教官们贴身缠斗，这让阎王不好开枪，担心误伤了队友。而女兵们在绝境之中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，不仅抢走了教官的枪，还一颗手雷扔出去，差点把教官炸死。而他们却趁机上车，一通横冲直撞。可雷神却嘴咬引爆器，掏出这个终极武器。见女兵们要成功越狱，他却邪魅一笑。就这样，女兵被全部抓住。雷神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，才亲自动手欺负叶寸心。虽然被群殴了，但还是很开心，至少他们知道团队作战了。而叶寸心主动找到沈兰妮，蛇将，你叫我，谢谢你啊。这两个死对头终于不再闹矛盾，女兵们有说有笑，庆祝他们熬过了骷髅营，成为共患难的姐妹。